you got the time, I'd like to stay a while. Do you remember what I said last time we met? Would you like to move? 嗨，大家好，大家早安，我是咪咪，我是富米。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清景泽。清景泽这个地方呢，不只是外国旅客非常喜爱之外，其实日本人也非常喜欢来这边哦。夏天的时候是避暑胜地，秋天的时候也是赏枫的一大景点。因为这边真的是气候宜人，所以一年四季来这边都可以欣赏到不同的美。那我们这一次主要要去玩的是旧清景泽跟中清景泽这两个区块，非常推荐大家，如果不自驾的话呢，可以租自行车，因为这边的路非常的平坦，所以很适合骑车。那这次我们规划的是2天1夜的小旅行，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玩松一点，然后享受这边悠闲的气氛的话，其实也可以把行程排浪一点，然后玩3天2夜，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天气慢慢开始转凉了，看我们今天开始穿外套了。代表也渐渐要进入枫叶季。如果大家有计划要来清景泽这边赏枫的话，也可以参考我们这次的行程。那如果来清景泽不知道要穿什么衣服的话，也可以参考我们的文章，都会帮大家介绍清景泽4季的服装哦。那我们就赶快出发 ，Go！ 喜欢日本旅游、爱吃日本美食、想看观光列车与4季美景，快订阅我们！记得开小铃铛，接收所有通知，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好，我们现在已经租好车了，在清景泽车站前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租借脚踏车的店家。我们这次选择呢是在清景泽车站一出来之后的右手边有一家叫做白猫租车的地方。这家店呢，它其实非常亲切哦。我们一去，他们就问我们说是来自台湾。在店内也有很多用中文填写的说明。那我们这次租的呢，就是电动脚踏车，很高级耶。刚刚试骑了一下，发现超顺的，根本不用踩。一般来说的话，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是1300。那如果要晚一点点还的话，到晚上8点的话就是1500。那如果过夜的话呢，到隔天的话就是2天的价格就是3000块。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行程规划去选择要住多久哟。好，那我们就开启吧 ，Go！我们刚刚停好自行车了，然后现在走来这边一个不知道是哪里的一个森林秘境，好可怕！我会不会被富米卖掉？有一种进到吉卜力世界的感觉。那这样子，等一下要看到什么呢？龙猫吧？龙猫吗？点来了，没错，我们刚排队排了大概有20分钟，差不多。这家店的名字呢就叫良知音，然后坐在门口就可以听到它真的有那种风铃声，所以听起来又觉得特别有一种凉意，我觉得真的很放松。虽然它是在一个就是森林小径里面，但是意外的进来有蛮多人的，很多人呢。对啊，而且大部分应该是日本人居多。他们在5间套餐呢，几乎都是算和风洋食。然后像我们现在点的这一个，它虽然是写3都1节，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汉堡。大侠爱吃汉堡包，然后点的是 tomato curry 番茄咖喱。那他们家其实最有名的是他们的法式吐司，可是1天只限量10组，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已经没了。那我们今天坐的位置呢，是在外面靠窗的位置。那其实里面还有一些室内的位置，装潢都很温馨，就是都是用木头材质的方式，然后又是黄光啊，跟一些蜡烛等等，有一种森林里的小木屋的感觉。感觉可以坐蛮久的，然后往外看又是都是绿色的。我觉得春天、夏天、秋天其实都蛮适合坐在外面这个户外的位置，因为像现在也还不会太冷，然后坐在外面空气很好。他说午餐已经卖完了哎，真的好数量限定哦。那我们赶快开吃吧。我觉
原本以为它会是咖喱味比较重，然后咖喱再带有番茄酱的那种感觉，那它其实是番茄酱的比例比较多我觉得，因为清景泽这边就是很强调大自然嘛，所以它的用料我觉得也非常的真材实料，完全可以吃得到番茄的颗粒耶。大侠要来吃汉堡包了。它这里用很多就是蔬菜啊，番茄也很好吃。然后牛肉的部分我觉得没有那么抢戏，它切的薄薄的，不会太过度的调味，蛮好吃的。虽然它冷冷的。刚刚在森林里面吃完了刚刚那家叫做良知音的午餐，吃完之后了，吃完我们现在到外面的旧清景泽银座商店街。这条商店街呢，沿路就有很多各式各样卖果酱的店，然后还有一些卖清景泽啤酒啊，或是有一些欧风杂货店，我觉得感觉都很好逛。觉得那些古董啊，或者是一些小饰品都蛮可爱的，很想买。这边还有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大家可能多少都有听过。我们刚好都超爱面包，真的一定要去朝圣。但是因为现在太饱了，先在这边商店街散步散步。我发现清景泽这边超级多人会带狗狗出来的，然后很多店家也都是宠物 OK，所以不愧是日本人也很爱的度假胜地。笑就清景泽银座商店街有超多卖果酱的店，其中这一家 Janu Kobayashi， 我们进去之后才发现老板娘竟然也是台湾人，她超热情的跟我们聊天，超级温馨的。那店内的果酱也有很多种，推荐给大家。商店街沿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商店，除了新奇的店铺以外呢，也有一些老店。整体的氛围我觉得有点像是在逛日本版的淡水老街。如果每家都想要进去逛逛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预留半天的时间。这个旧清景泽银座商店街呢，又被称作是面包的基站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2间打对台的面包店。首先是这个绿色的，叫做 French Bakery， 那他们家是专卖法式那种的面包，所以呢比较欧风一点。但是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日式风格，对，那就要买，要转。红色这一家阿萨诺呀，在日本各地都有非常多分店，这边就是总店本店。那它除了卖面包之外呢，里面也有用餐区，然后卖的面包种类也非常的多。我们现在要进去大采购一番，那究竟会变成下午茶呢，还是明天的早餐呢？不知道。我们要变面包超人了。苹果派卖完了，哇！下次请早。我们现在来到了清景泽商店街的尾端，然后这边有一间我很喜欢的起司店，叫做这个Atelier Fragile。清景泽这边的起司也非常有名嘛。那这一家店呢，它就是专卖长野信州那边产的牛奶做成的起司，而且选择超级多，带大家来看一下。嗨，这位同学，你有看到想买的吗？这边冰箱里面的是优格跟那个苹果汁，都是信州产的。我觉得喜欢乳制品的来到这间店，真的是会在里面大爆买。还有卖这种真空包装的那种下酒菜，
然后它里面是有那种生火腿橄榄跟起司块，感觉超好吃的，而且它的价格才64哎，这个回去如果配红酒白酒应该超搭的。然后还有卖这种1口 size 的小披萨，真的不够，要吃这才够。我发现这间店有很多贴心的小巧思，例如像是有贩卖保冷袋，在日本国内的话也可以选择全国宅配寄送，就不用担心乳制品会坏掉。可惜如果要带回台湾还是有一点难度，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果干类的商品比较好带哦。清景泽这边呢有非常多的教会教堂，然后其中最有名的有3个，我们这次都会去。那其中我们第一个来到的就是这个圣保罗天主堂。富米，你知道为什么清景泽这边有这么多教堂吗？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那他来到这个地方，发现这地方环境非常的好，他就跟其他的传教士分享，好康道相报，就说大家一起来这边吧，在这边传教啊、盖教会等等的。像刚刚我们也有经过很多那种欧式的杂货店，是。所以这边完全就是充满洋式的气息。然后我们刚刚已经进去这个教堂稍微逛一圈了，里面就是小小的，很温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外观其实很可爱哦，三角形的屋顶感觉很像姜饼屋那种感觉。哎，这边冬天是不是会下雪啊？会啊。那冬天应该会变得很可爱耶。那这个圣保罗那个天主堂呢，它是在1935年的时候，有一位来自捷克的建筑师所设计的哟。它平常呢是可以开放大家进去参观的。那如果有举办婚礼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进去看了。然后每个礼拜它也有举办那个弥撒。对，所以我想当地人应该是真的会来这边就是做礼拜。里面的空间真的是进去之后安定心神，对，有那种感觉，对啊，就觉得心情很平静。然后这个天主堂啊，它其实离我们刚刚去的旧清景泽银座商店街也很近，大概骑车过来不到10分钟就到了。然后呢，离云场池也非常的近，所以推荐大家可以把这边当成一个 set， 沿路可以这样玩过来。现在来到云场池了，那我们刚骑脚踏车呢，一路从三立通往前骑，那边真的超漂亮的，一片绿油油的森林隧道。清景泽最知名的观光景点之一，自然景点，这边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一年四季都非常的漂亮，尤其是秋天还有冬天，因为到了秋天呢，背后我们这一片都会变成枫红色，很快很快，很快马上就要来了，变红了。然后冬天的话呢，这边也有机会会下雪，所以应该也会非常的漂亮。夏天的话，当然就是欣赏这边的新绿，还有蓝天白云。但今天稍微比较可惜，天气有一点点不好，但没关系，我们可以看富米跳天鹅舞。为什么要跳天鹅湖的原因是因为在这边呢，在冬季的时候呢，会有成群的天鹅来到这边避冬，当地人呢也就把这边叫做是天鹅湖。那这边外面也有脚踏车停车场，所以如果你骑脚踏车来的话，可以先停在外面，然后呢再亲自走进来这边漫步一圈，大概走多久？20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完了。来这边吸收一下芬多精，太赞了！这边的能量景点超疗愈。晚餐
终于到晚餐时间了，我觉得我骑脚踏车骑到好饿哦。那晚餐呢，我们来到夫米的清景泽朋友推荐的一间很赞的意式料理，叫做 Primo。它其实离云场市也非常的近哦。我们刚刚骑脚踏车过来，大概5分钟、10分钟就到了。那在来之前呢，我有稍微在网络上先做一下功课，发现这一间它在台北logo上面的评分有3.48哎，所以也蛮高的。这间餐厅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是，它每天只接待200个客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200%。好，那我们今天点的是一个季节限定的柠檬鲜虾意大利面。还有这个是4重奏起司披萨，因为一般的披萨都用普通的盘子装嘛，但是呢，他们家其实有放一个这个小小的铜盘，所以它披萨送上来之后，你不用担心它马上冷掉，因为它还会回烤，有点帮你加热的作用，所以保证你可以吃到热腾腾的披萨。我要开吃了，开吃，骑脚踏车太辛苦了，运动。它的饼皮呢非常的软，很有弹性，可是呢在边边那边该脆的地方又有脆，就是很道地的薄皮披萨。然后它的披萨的底是用番茄的底，他们再加上4种起司，而且我觉得它的起司很厉害耶，很像在欧洲吃到的那种，它不是真的非常温和的起司，其实带有一点点个性，所以起司味非常的明显。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面皮，其实面的香味也有出来，所以我觉得跟起司做了很好的融合。如果你是会怕起司味的，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比较有挑战性，但是如果你是爱起司的，绝对会爱爆。鲜虾柠檬番茄面的试吃时间，哇，不会太暴力啊？不会 ，OK。来，还在冒烟呢，好赞哦！手动的，它的面啊，里面吸饱了那个虾的高汤的感觉，所以非常的鲜美。外面的番茄酱汁也是非常刚好的扒在那个面上面。吃太多海鲜可能会比较腻的感觉，它加柠檬就有一种清爽的感觉，很适合配白酒一起。但因为今天我们有骑脚踏车，不能酒驾，所以我们就先不喝。吃饱了，然后我们现在刚刚骑脚踏车回到饭店，但清景泽晚上也太黑了吧，我要吓死了。用冲的，对，用冲的今天骑车骑一整天。好，那我们明天要去中清景泽，大家明天见，拜拜。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大家早安！今天天气很好哎，真的太好了，超幸运的。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中清景泽这边的榆树街小镇，我们现在就要去吃一家当地非常有名的咖啡店，叫做丸山咖啡。美好的一天就要从美好的早午餐开始。没错，而且这个旁边就是潺潺溪水，有看到吗？对。可以下班了吗？你是不是在模仿社长？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就是丸山咖啡的里面了。那丸山咖啡很厉害，在当地非常有名。1991年的时候，由丸山健太郎所创立的。比较特色的点嘛，它是会直接就是从咖啡豆的原产地去购入那些原豆，然后店内的师傅也非常厉害，曾经得过世界咖啡师大赛的冠军，所以呢，在店内贩卖非常多咖啡豆，咖啡豆都有，然后不管是中焙、深焙、浅焙的，所以如果喜欢咖啡单品的人呢，一定可以在这边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口味。但我本身资历还很浅，喝不是很懂，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免俗的来喝个拿铁。我们现在也是早餐套餐，就会有一个优格，可以选一个主餐，我选的是热狗堡，而且旁边还有可爱的兔兔，上面写我的名字，很好吃哦，是那个黄芥末酱，看起来以为是柴鱼片，但其实是酸菜，就像那种德式猪脚会加的酸菜。
观完这一整趟，我最期待的一个景点就是石之教会，然后也是内村健三的纪念堂。我为什么会这么期待呢？原因就是因为它真的太特别了。在清景泽这边有非常多的教会，但是就是它是用石头堆砌起来的。进到里面之后，可以发现它的很多设计都非常有心，包括像那个玻璃开的角度啊，可以让你感受到太阳的光线，然后时间的变化等等。走进去真的是太感动了。冰冰，你觉得呢？我觉得那个内心的澎湃感真的是难以言喻哎！一走进去呢，就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那种静谧的氛围，然后可以看到整个教会里面的建材啊，都是围绕着5个自然的元素，就是石头、木头，然后有很漂亮的光线，然后有水跟植物。因为这也呼应了内村健三他的理念，就是无教会主义。那他的想法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东西都是神创造、独一无二的，所以在这边你就可以感受到完全天然、毫无手工的这种建材，打造出了一个很漂亮的教堂。空间我觉得小小的，然后不能拍照，蛮可惜的。可是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进来，因为我觉得在里面那个空间就可以感受到，真的是活在当下，然后可以感受到很融入大自然的那种氛围。石之教会的氛围真的很像一个世外桃源，虽然室内不能摄影跟大家分享，真的很可惜。但是呢，教会外观建筑非常有特色，可以拍很多美照。那在教会的后方还有一个小小的森林步道，我私心把这边列入清景泽之旅最喜欢的景点。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清景泽高原教会，那其实它跟石之教会非常的近，就在同一个区域，大概徒步5分钟左右的距离。这边在大正时期其实是一个文人雅士交流的场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高原教会的这个主调的建筑物上面写了"星野游学堂"5个字，其实就跟它的历史有关。那在2次战后呢，它就被改建成了教堂，到现在呢，这边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结婚景点。像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早上也刚好遇到一对新人在那边举行仪式。那另外呢，这边在夏季的时候还会举办 Summer Candle Night， 也是非常漂亮的夏季晚间点灯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有在夏天来到这边的话，非常推荐晚上再来到这个景点。那如果不是夏天的话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走在这边的森林里，然后感受那种很安静、很平静的气氛也非常的棒。我们现在回到了榆树街小镇。原本我们预计要去吃一家非常有名的荞麦面店，川上安，但是刚开大排场，而且我们好像也还没喝，所以就打算在这个榆树街小镇上面逛一下。发现有非常多可爱的小店，就跟昨天的旧清景泽你坐上面街有点像，但是虽然这边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我觉得有一种更放松的感觉。而且因为它的店铺就是很像小木屋那种，一小栋一小栋的，很温馨。最后一站，我们来到清景泽王子 Outlet。从清景泽车站南口一出来，马上就可以看到 Outlet 入口，真的超方便。所以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你准备要搭新干线回去东京的话，真的可以来这边大肆购物一番。那整个园区也非常的大，有超过200间以上的店铺，而且呢，整个占地范围有5.5个东京巨蛋大。那你进来之后呢，其实可以看到里面的气氛也是非常的悠闲，除了有很多各家名牌商店以外，还有很多的绿地，所以我觉得来这边散步也是蛮舒服的。那这边的商店呢，总共分成4大区块，有像是我身后的这个国际精品专区，然后还有我个人最爱的日系平价服饰，另外当然也有大家来到 Outlet 绝对要买的潮流运动品牌，然后还有美食专区，所有想要买的品牌，我觉得这边几乎都找得到。但大家看我现在坐在这边，其实因为刚刚骑脚踏车已经骑到有点累了，我现在决定稍微恢复一下体力，等等再来大逛特逛。真的很多牌子哎，
然后呢，现在很红的运动鞋 Hoka 这边也有店，运动品牌都在这边嘛。然后我自己比较爱逛的日系品牌就在这里，然后中间就是我比较买不起的国际精品。请社长买。社长，那边还有人在野餐呢，我觉得这个 Outlet 真的蛮崭新的，就是它绿地的范围很大，然后很多人会带小朋友或是他们家的宠物来这边散步。后面有一整排宠物用品的店，我觉得清景泽这边真的是对宠物太友善，根本就是狗的天，根本就是狗的天堂哎！哇！我觉得这一趟来，我们大家已经看到超过50只可爱的狗狗了，真的路上到处都是。晚餐时间，今天很可惜，因为大排长龙的关系，所以我们最后没有吃到川上庵。但是晚餐我们选择另外一个清景泽这边有名的食物，就是这个信州拉面。因为清景泽在长野啊，这边有名的其中一个就是荞麦面嘛。那另外一个呢，这个信州拉面其实也非常的有名。那大家知道为什么信州拉面叫信州拉面吗？因为呢，长野这边旧地名其实就叫做信州。信州这个地区呢，自古以来就是以味噌闻名。所以呢，信州拉面最知名的就是他们的味噌汤底。那因为长野这边的蔬果也非常的鲜甜，所以信州拉面通常会加入大量的蔬菜在他们的拉面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满满的豆芽跟木耳。然后刚刚因为我们逛 Outlet 已经饿到不行，所以我们决定晚餐直接在清景泽王子 Outlet 里面解决。那我觉得蛮赞的是，它其实有蛮多餐饮的店家。那除了有比较大间、比较正式的餐厅以外呢，也有一个美食街，里面有各式各样长野当地有名的美食。所以我觉得这个景点其实也可以安排逛一整天。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清景泽好好购物一番的话，就可以在这边选择待上一整天，然后也可以在这边享用到长野这边的美食。很浓厚哎，那跟我想象中好不一样哦。因为我其实第一次吃信州拉面，然后呢，我们刚点的这个是它的味噌豚骨汤头，所以喝起来其实味噌味没有很浓，但是蛮浓醇，就是一个 creamy 的汤头。然后它用的面是这种粗的卷面，很有嚼劲，超级入味。清景泽王子 Outlet 真的太大了，我们这一天呢只有预留短短2个小时，完全来不及逛完。有机会再为大家好好的完整介绍。那大家如果对日本的 Outlet 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我们另外一支木根津 Outlet 的影片哦。逛到天都黑了，大家看看富米是不是有了一个新的配件？刚刚不小心在里面看到太划算了，觉得布奶太可惜。现买现带哎，我觉得清景泽这边真的是超级好逛，因为这边不只有今天我们逛的这个 Outlet 以外呢，还有我们今天下午去的榆树街小镇，跟我们昨天去的旧清景泽银座老街，我觉得都非常的好逛。那除此之外呢，这边的自然景色也真的是非常吸引人。我觉得在这边骑自行车漫步真的非常非常的疗愈，而且常常会经过那种整片都是树林的大道，然后就有边吸收芬多精可以回血的那种感觉。然后下午去了那个十字教会，我觉得也非常赞，虽然里面不能拍照有点可惜，但是大家如果有来清景泽，请绝对一定要去那个景点。清景泽距离东京也非常的近，所以大家如果有来东京自由行的话，推荐你们一定要来这个景点。没错，而且从东京过来的话，搭乘新干线最快只要1个小时5分钟就会抵达。另外再提醒大家，如果已经有规划好想要来清景泽玩的话，记得一定要购买 JR 东京广域周游券哦。使用这个车票的话呢，东京到清景泽来回一趟就已经划算了，而且在3天内使用它的话，可以在东京的都内的 JR 全部都是免费的，超划算，一定要买。你喜欢买日本药妆或电器吗？那一定要用我们的优惠券，不管是松本清、Big Camera、藤井和德、多进屋，超多优惠券，让你免税又能再打折。现在就赶快到乐吃购日本下载吧！那大家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另外，我们现在也推出了新的你问我答的活动，如果你对日本旅游有任何的疑问的话，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之后会抽出几个留言，亲自拍影片回答你。那我们就准备回东京了，下次再见，拜拜。